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先锋君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《海贼王》番外篇。去年小镇上来了一群小混混，闹了一段时间，造成了一点小骚动，但大体还算是天下太平。大街上，一群小混混快步的往前冲，撞倒了有急事外出的乔巴。撞倒之后，路人问他有没有事，乔巴却马上站起来说：“现在不是闲聊的时候。”然后继续往前跑去，可见他真的10万火急。这群混混跑进山治和娜美开的小吃店里，但是他们并不是来吃面的，而是东张西望的寻找什么。娜美一眼认出他们是小丑家族的人。然而当看到柜台里山治露出凶悍可怕的眼神，小混混吓得不敢动。他们记得这个人是跟路飞捕头混在一起的人，所以不敢随便惹。听到有人叫自己，路飞抬起头，嘴里塞满了没吃完的食物，发现路飞捕头也在店里，混混们更是忌惮。看店里没有他们要找的人，可能是收到了假消息，于是赶紧离开了小吃店。娜美抱怨店里就没有来过正经的客人。路飞听到这句话，以为最近还有什么闹事的人出现，谁知娜美说的不正经的客人就有他，每次都是记在账上，从来不给饭钱。这小子是想吃霸王餐吗？娜美后悔没把他告到官府去。小混混回来向巴基复命，得知路飞捕头在那家店，巴基也觉得头疼。自从这几个人来到这个镇子上，他们的生意就差了很多。手下提议惹不起躲得起，大家去别的小镇就好了。巴基真是恨铁不成钢，一拳下来打在手下的头上。巴基大人怎么会夹着尾巴逃跑呢？要走也是逼他们走才对。但手下们却都忧虑了，要是再不从那伙人手上抢点钱来，这个年都过不好了。这边路飞来到丽佳的家中看望，老爹生病卧床休息。路飞告诉丽佳，小伙伴都很想他，叫他和小伙伴一起去玩玩。丽佳担心的看着老爹，心里有所顾虑，但还是在母亲的劝说下去了。路飞带着4个孩子一起在神社周边游玩。队伍最后的丽佳发现树林中倒地不起的骆驼，他似乎不太舒服。丽佳想要将他带回家照顾，路飞却提醒他：“你家空间太小了，不方便。”于是直接带去了小吃店。山治对他们直接把这只骆驼搬过来的行为很无语，可惜乔巴最近很忙不在，不然就可以看看这只骆驼是怎么来的。路飞却毫不担心，有丽佳在，他照顾病人可有一手了。此时乌索普慌张的过来报信，说丽佳家里出事了，小丑家族的人要债不行，过来找丽佳的老爹这个担保人的麻烦。大家赶到现场，丽佳跑上去争执，却被对方一起带走，说要去卖钱。路飞马上出手，将他们打得落荒而逃。之后的日子，丽佳继续照顾生病发烧的骆驼，在他的照顾下，骆驼慢慢恢复了精神。山治用剩菜做了饲料给他吃，骆驼却看不上，反而吃了客人定制的高级料理。丽佳回过神来，发现手上给骆驼吃的饲料被路飞吃了。路飞还真是不挑啊！看到骆驼将客人的高级料理吃掉了，山治恨不得杀了他。娜美却出来笑笑说没关系。这种反常让路飞觉得他今天格外大度。原来啊，娜美买了年末彩券，上面写的就是骆驼组。他叫乌索普帮自己去看开奖信息了。乌索普在神社听到开奖后立马回来，激动地告诉娜美他中了3等奖，奖品是100万两的贝利。娜美高兴地过去抚摸骆驼，夸奖都是他带来的好运，却不想骆驼竟一口气将彩票吃了下去。气急败坏的娜美想要骆驼吐出来，结果当然是不可能。罗宾站在店外看着闹剧发生，离开后无意间撞见小丑家族的会议，巴基和奉行大人在一座隐蔽的房间私会，秘密商讨着要取路飞的人头。巴基还给他送上金色的果实作为贿赂。一旁的护法卡巴吉感觉外面好像有人偷听，推开门去看，却没有发现罗宾就躲在另一边。这一天，乌索普焦急地冲进店里寻找路飞，却被告知他和骆驼送外卖去了。乌索普说丽佳被小丑家族的人掳去了，对方好像早就盯上了丽佳，在他回家的路上将他掳走。路飞送外卖的路上，小丑家族的混混故意告诉他，他们已经将那个小女孩卖给债主了。此时船应该到港口了，劝他还是尽快去救人吧。当然，这肯定是巴基的阴谋，他故意绑架了丽佳，引草帽小子现身。他们和丽佳老爹之间有白纸黑字的欠债关系，如果草帽小子在奉行大人面前动手，他们就有理由将他赶出这个小镇。而且他只要把这个女孩卖给有钱人，他就不愁这个年没有钱了。
果然路飞中计了，直接用了一招橡胶石手将人打趴下。巴基带着丽佳躲过了招数，故意装作柔弱的说捕快在大街上突然袭击手无寸铁的良民，问轿子里的奉行大人怎么看。乌索普看到奉行大人的出现很意外，毕竟这个位高权重的人有很大的权力，他对路飞在街上打人一事很是失望，当即下令将其革职，并且要求他马上离开这座小镇，永远不许踏入半步。听到这样的惩罚，巴基如愿以偿，他警告草帽小子，这就是你多管闲事的代价。路飞却对他们的话不能理解，为什么自己想要救丽佳就要离开这座小镇？奉行大人却说他是想要用这个孩子当做他逃脱罪名的借口，扬言再不离开就要叫他的同行来逮捕他。此时路人中有一个头戴斗笠的女子却突然站出来说道，城镇的奉行竟然和一帮流氓同流合污，真是太不合格了，我即刻免去你的职位。奉行不知来者是谁，只觉得这个女人口气狂妄，声称自己是在履行城镇奉行的职责。女子身后走出来的护法却大声呵斥大家下跪，眼前的这位大人就是天下的将军寇布拉大人的公主薇薇殿下。得知来者的身份，奉行立即怂了。薇薇公子道出奉行的罪行，他收了小丑一族的贿赂，并且与其勾结要陷害路飞，当然这些都是罗宾向他揭发的罪行。巴基看到奉行被革职，感觉情况不妙，准备带着人质丽佳离开，却被路飞阻止，告诉他丽佳是不可能作为他抵债的物品的，因为他根本不是老爹的女儿。巴基不信，他明明一直叫他老爹。正好此时老爹走了过来，他已经恢复了健康呀。这老爹是熊猫人吗？有意思的是，小镇的人都管他叫老爹，和他打招呼。因为老爹生病虚弱，在路边倒下了，有爱心的丽佳不能不管，他将老爹带回家，并且好生照顾他，所以他根本不是丽佳的亲生父亲。路飞懒得跟他废话，一个甩手就把巴基送向天空。回到店里，大家才知道骆驼是殿下的宠物，叫做睫毛，之前在外出游玩的时候迷路了，这次殿下出来也就是为了找他，而找到他的悬赏金是100万贝利。听到这个价格，娜美马上眼冒金星。乌索普提醒他，这可是丽佳的功劳。丽佳却大方地说，大家一起平分吧。而且他也对娜美有个请求，他又在外面捡到一个人，希望可以留在店里照顾。路飞出来一看，竟然是索隆，因为太饿了倒在地上。这夜平安夜，店里挂满了圣诞节的装饰，大家围坐在一起，想起乔巴最近好忙啊。天空中出现一道驯鹿拉车的影子，这几天要派送礼物的乔巴真的好忙啊。我是先锋君，番外篇正在快马加鞭当中，有兴趣的点个关注，咱们下期见。